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聊起日系骏马，来自本田 Steed 400、600，国内模有俗称 VLX 铁马400、600。我们之所以叫铁马，是因为铁马是本田第一台正宗的美式摩托，英文叫 Steed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精力充沛的马、战马、骏马的意思，我们就叫成了铁马。在铁马之前，比如本田的马格纳750，还属于纯粹的日式风格太子摩托，直到研发了铁马，才被本田定义为正宗的美式摩托。实际上，当年的日本也和我们现在一样，经历了短暂的美式摩托热潮，而且铁马在国内喜欢改装复古的摩友群里有着极高的声望，各种国内外改装摩友可以把铁马改装成任何风格的美式机车，也是很多喜欢复古改装摩友的启蒙车型。究其原因，第一是因为铁马400的原型机约比使用哈雷车型改装便宜得多，第二是因为铁马的车架天生适合改美式复古机车，由于后减震器的位置、车架、后摇臂的结构稍加修饰，铁马的车架就有美式 A 字车架的味道。更进阶的改装也只需要拿掉后减震器、后摇臂，直接与车架连接，俗称硬尾，或者自己焊个 A 字车架也可以，加上水滴油箱、弹簧座、改装排气、弹簧头、锯齿轮胎就已经非常有范儿。何况铁马顶配版出厂就有弹簧头，都不用改装。其实买一个弹簧头也不便宜，要3000以上。另一方面，随着铁马改装浪潮的兴起，很多改装件已经五花八门，也不需要自己手工制作，各种大神都在网络上售卖铁马的改装件，也让这个车型的改装变得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走向大众。当然，什么车型都可以改，不只是铁马。只是铁马的改装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更系统，如今的铁马都是水车，改不改装都是水车。原版没有改装的铁马价格在3000到8000左右，改装好一些的在6000到12000左右，极个别改装非常好的可以卖到2万左右，但是都不合法，不能上路，也不推荐。而且喜欢收藏改装，原版最好，一旦改装过，尤其改装手艺不好，乱改泄露最头疼，因为改装最麻烦的就是泄露。看看我改雅马哈、铁马、川崎时候这一堆，烦死了。其实铁马也没有那么神奇，油箱小，加速慢，极速低，但是你绝对想不到，铁马400和600的发动机还用过性能车，还有后缸散热不好、镀铬生锈都是缺点，还没有转速表和燃油表。早期的铁马只有9升油箱，跑200公里都是问题。至于舒适度，早期的日系太子摩托都是沙发式座椅，驾驶舒适度比美系车舒服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另外，铁马400、600和沙都600都是1988年发布，其中沙都600、750主要出口欧洲，铁马400、600后期的沙都400都是在日本国内发售的车型。沙都系列我们有空再聊。当年600cc 出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驾照根据驾驶经验有不同的等级，新手可以驾驶400cc， 而600cc 需要更高级的驾照。其次，铁马 VLX 400从1988年发布到1994年，6年时间唯一的改动就是把9升油箱变成了11升油箱，增加了乘客靠背。从1995年开始推出了低配版铁马 VCL 400，取消了靠背，取消了沙发式座椅。同年推出了铁马 VSE 400，后轮毂使用了全幅铝制轮毂，大家都以为这个是限量版，其实只是一个普通型号，价格和普版的 VLX 400是一样的。从这一年开始提升了动力，增加了1匹马力1牛米，变成了7500转爆发31匹，5500转爆发33牛米。1998年推出了铁马400顶配版，本田知道摩友喜欢改装铁马，直接原厂给你配备弹簧头，但是油箱容量只有 9.7升。2001年发布了铁马400最后一代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大扭矩从5500转调整到6000转，爆发33牛米，油箱容量依旧11升。铁马400停产以后被沙都400取代，一直生产到2014年。最后铁马400是一台水冷 398cc 微型双缸发动机，使用钢管车架、化油器、3气门、5速变速箱，0-100加速11秒多，极速130到140，100公里油耗3.5升到4升左右，更换机油加2.1升，换滤清器加2.3升。当年竞争对手有铃木入侵者400、野蛮人400、川崎 VN 400、EN 400、雅马哈 XV 400、XVS 400。同年发布的还有铁马600， 1988年生产，1995年停产。400和600的外观几乎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，铁马400是5速变速箱，600是4速变速箱，这也是当年买车主要的辨别方式。其次，铁马600 1988年到1989年没有靠背，1990年到1995年有靠背，1992年之前9升油箱，之后11升油箱，是一台水冷 583cc 3气门4冲程微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6500转爆发36匹，峰值扭矩3000转爆发44牛米，0-100加速7.9秒，极速150到160。1995年停产以后被沙都600取代，生产到2007年。当年竞争对手是川崎火盛500、铃木野蛮人650、雅马哈 XV 535、XVS 650。视频最后遇到铁马给油门排气声音不连贯，别收藏，乱改的别收藏，这2点足够辨别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